萧王，再不打开城门，我便杀了你青梅竹马的未婚妻。这说话之人乃是敌军残暴冷酷的魏国大将军魏明。这次魏国侵犯大周边境，魏明铁血手腕，拿下大周边关数城。最终，大周才派出战神萧王，魏军也被萧王复还业阻挡在离城。就在这时，魏国奸细抓住了萧王青梅竹马的未婚妻白玄。魏将军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，就不怕被人笑掉大牙？城楼上不见萧王的身影，只有年轻的扬武将军白明眉头紧皱。魏明手中的女子，正是他的嫡亲长姐。该被人笑掉大牙的人是你们萧王，堂堂大周护国战神，竟然连自己的未婚妻都保护不了，如此姿容绝色，倾国倾城，你们萧王当真不怜惜？想做什么？呵呵，魏明冷笑一声，手中匕首寒芒一闪，削断了白玄的一缕头发。可恶！哟，小将军生气了？不过是几根头发而已，你们萧王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可就要剥光他的衣服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何必如此羞辱一个女子？哼，只要你们打开城门，我不但不羞辱她，还会立刻把她还给你们。大周朝中腐败，魏国如日中天，他若是能用一女子打击到萧王以及萧王的部属，岂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？本将军耐性有限，快点滚去问你们萧王，他究竟是要这离城，还是要自己的未婚妻？白明再也忍不住，拉开弓就要射魏明。魏明一把抓住白玄，连同十字架一起挡在自己身前。小将军，放箭呀！白明脸色大变，只气得浑身都在抽搐。就在这时，萧王的副将雷霆从城楼下大步走来。雷将军，王爷怎么说？王爷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开城门。你说什么？这是王爷的命令。白明一下子哑了声音。王爷当真对我姐见死不救？白明，你冷静一下，敌军5万，朝廷却只给了我们2000人马。我不管，我要去救我姐。你们商量好了吗？我耐心有限，数10声。要是萧王再不开城门，我保准剥光了这丫头的衣服，让大家一起观赏。10、9，开城门！我要去救我姐。他今日就是一个人豁出命去，也要和魏狗拼了。我们也去！大周将士们同仇敌忾，气愤不已。谁也不许去！白明顾不得许多，拔出长剑，给我打开城门！不许开！众人不禁一愣，这声音竟是白三小姐。不许开！白玄没有想到自己乘坐的飞机竟然爆炸了，他穿越到了古代，被当作人质，威胁守城将士开城门。他堂堂华夏特种兵训练营总指挥，岂有一穿越来就被人当作人质的道理？白明，你听着，绝不可打开城门！你姐白玄宁死，也不让敌军踏入离城一步。小姐，众人满目震惊，白三小姐真不愧是将门虎女，这般傲骨真是让人佩服。魏明面色一沉，这么说，白三小姐是想被脱光了衣服，供人观赏？没问题，将我剥光了，再五马分尸都没问题。白明，转告萧王复还业，我白玄死不足惜，可是这辱妻之仇一定要报。魏大将军家门显赫，祖坟不难找，让萧王殿下也别刨多了，他们家祖宗18代，一个也别放过就是。离城城楼上，大周将士们的血液都沸腾起来。十字架上，少女看着那样纤细柔弱，可是她的声音有种气吞山河的气势，让人震撼。敌军铁砂营中，一个面容冷峻的男子埋伏已久，将这番荡气回肠的话一字不落地收入耳中。这丫头不是整日里追在三皇子身后，莫哥哥长莫哥哥短的，还追到了这边关，掉入敌人虎狼群中。没想到竟能说出这样一番义正言辞的话来。辱妻之仇，她倒的确是他的未婚妻，虽然是父母从小定下的娃娃亲，可他的心不在他身上。都准备好了吗？这丫头突然醒来，已经激怒了魏明，他们必须尽快动手。回王爷，准备好了。找准机会靠近魏明，救人。是，王爷。魏明面色铁青，这臭丫头怎么敢说出这样狂妄的话？本将军今天就剥光了你，看看你家萧王哥哥颜面何存。就在这时，白玄抬起一条长腿，猛地一脚踹向魏明的小腹。魏明身体没动，白玄却被震得往后倒退数步，
才堪堪站稳。原主这具身体虽然是将门之女，身体素质还算不错，但和常年训练的魏明相比，还是差得很远。魏明满脸不敢置信，这女人竟然敢踹他，找死！白玄立住身子不动，等到魏明冲过来之时，才猛地一个旋身，背上十字架就随着他的动作猛地朝魏明脸上抽去。魏明眼疾手快，身子迅速往后一退，才险险躲过木架的抽打。就在这时，白玄已经挣脱束缚自己的十字架，袖手一扬，将十字架高高抛起，又稳稳接住十字架，慢条斯理将上面绳索解下来。就这破东西也想困住他？舅舅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杀了他。顷刻间，魏军铁砂营将士朝着白玄冲过来，白玄则盯上了魏明身旁的男子。只见男子面庞嫩白，脸上没有风霜雕琢的痕迹，倒像是从小在富贵窝里长大的娇宠之人。白玄卯足气势，直冲魏明面门，却在靠近魏明之时，身子一转，就将魏明的外甥李全牢牢控制在手中。白玄一把拔出李全身上佩剑，退下，否则我立刻割破他的喉咙。魏明整张脸都黑了，这女人竟然抓了他外甥。你威胁我？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魏大将军用我威胁萧王的时候，不是也挺爽快的吗？全儿，为国牺牲是你的光荣。舅舅，您不打算救我？这可是他的亲舅舅，他母亲浔阳长公主的亲弟弟。李全将军为国牺牲，给我拿下杀害李将军之人。一声令下，李全便被判了死刑。白玄知道魏明是个硬茬，可他也不是吃素的，手上用力一拧，就拧断了李全的脖子，朝着冲来的敌军将士扔去。最前方几个将士被砸倒在地。魏明本以为白玄会投鼠忌器，没想到他竟然一把拧断了全儿的脖子。给我杀了这个女人，不惜一切代价！白玄面若冰霜，举起从李全身上拔出的剑，和敌人拼杀起来。魏明的外甥已死，他没有更好的选择，只能擒贼先擒王，抓了魏明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会儿，离城的城楼上起了乱子，白明硬闯城门，被将士们合力出拿，押送到城楼上。王爷有令，不得开城门，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我要去救我姐！魏明瞅着城楼上，勾起唇角，臭丫头，真是好福气呀！没想到还有个肯为你送命的弟弟。话未说完，白玄手中长剑刺入他坐下马脖子，魏明坐下马儿，人力而起。魏明慌忙从马背上跳下来，堪堪稳住身子。可还不等他站稳，白玄已经整个人跳起来，骑在他背上，薅住他头发，将他头发用力的往后扯。挨倒也不吭一声的魏大将军被扯得头皮直掉，痛呼起来：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弄死这个女人！退下，否则我就刺死他！铁砂营将士紧张的脑门直冒冷汗。这女人和大将军焦灼在一起，实在难办。大将军性情暴戾，要是他们一不小心伤了他，定会被罚。魏明使出浑身力气，终于将白玄整个人从身上扒下来，往地上使劲一扔。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，白玄终究抵不过魏明的力大，被甩到地上，嘴里吐出一口血来。臭丫头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如同流光一般窜出，直飞向白玄。一个英俊威武的男人提着长剑杀过来，坐下棕红色宝马，高扬前蹄，来到白玄身旁。他从马背上弯下腰来，大手一捞，将白玄的身子往上一提，单手箍在怀里。与此同时，男人身后18亲卫顷刻间从敌军之中冒出来，挥剑砍向敌人，杀得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抓紧马缰绳。好。男人身上有股淡淡的血莲香味儿，滚烫的呼吸喷洒在耳廓。顾怀义，是你？你以为你们能逃得出去？萧王冷冷瞥了魏明一眼，猛地从马背上跳起，一脚踢向魏明的太阳穴。下一瞬，萧王一左一右2个侍卫冲上前来，立刻将魏明按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眨眼之间，魏明成为萧王手上人质。魏大将军，该你做选择，你是退兵保命，还是去西天和你外甥团聚？本将军怎么知道，退兵后你会信守承诺放了我？魏将军现在知道了，或者要再挨一刀才知道。魏明他现在别无选择。半刻钟后，呜呜的号角声在离城上空吹响，魏军铁砂营将士如同潮水一般退去。萧王带着白玄回城，等他们安全后，依约放了魏明。小王，你给我等着，不报此仇，我魏明誓不为人。随时恭候。
萧王回城，大周将士们纷纷前来迎接。萧王眸光淡淡扫了一眼白玄，将身上披风解下，披到白玄的肩头。谢谢。萧王不禁微微一愣，这丫头会对他说谢谢了，不会因为他不支持三皇子而不待见他了？王爷，刚刚何不杀了魏明？杀他没用，魏国猛将如雨，杀了一个魏明，还有下一个魏明。如果当真杀了他，只会激怒魏国，不如羞辱一番，放他回魏国去，也叫魏国不敢小觑我大周。众将士们纷纷点头。王爷说的极是。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一旁的白玄身上，这白三小姐可不愧是王爷的未婚妻，巾帼不让须眉呀。白玄这会儿脱离危险，紧绷的神经忽然放松下来，身体竟有些支撑不住，脚步踉跄几下。白三小姐！萧王眼疾手快，将她拦腰抱起。快去找个女医过来。萧王抱着白玄回了他在边关临时住的院子。周妈妈和丫头小菊见状，忙扔下手中的盆儿前来帮忙。没过一会儿，雷霆匆匆赶来。王爷，这边关只有寻常医者，没有女医。问过这里当地的百姓了？属下问过好几个当地人了，他们都说这离城医馆里全是男大夫。傅环业不禁皱眉。白三小姐是未出阁的女子，又浑身是伤，这要是搁在上京城，一般都是由女医处理。可这是边关，地处荒凉之地，女医可没那么好找。王爷，白三小姐失血过多，恐怕快撑不住了。傅环业浑身气息一凛。王爷，白三小姐性命攸关，要不还是找个寻常医者。话未说完，只见他家王爷一把掀开帘子，大步走进去。准备剪刀、一桶热水、烈酒。是。拿最好的金疮药来，再找一身女子所穿的干净衣服来。是。白玄迷迷糊糊的，只感觉有人在帮自己擦洗身子，身上伤口痛得他四肢麻木，无力动弹。他拼命想要睁开眼睛，只感觉眼前一片迷蒙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他身体虚弱到了极致，昏睡过去。萧王从房里出来的时候已是深夜，一轮圆月高高挂在空中，男人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，漆黑深邃的眸光看向城外。魏明今日受了奇耻大辱，不会善罢甘休。传令下去，加强戒备。是。就在这时，白玄身边照顾的丫头小菊又冲了出来。王爷，不好了，白三小姐发热了，额头滚烫，嘴里还说着胡话。去打盆水来，再多拿几条帕子过来。傅环业眉头紧皱，又匆匆走回屋里。昏迷了整整3日，白玄才醒转过来，他是被人用水泼醒的。白玄豁然睁开眼睛，只见床边站着一个满脸愤怒的红衣少女，手里拎着一个空了的茶壶。你泼我？哼，泼的就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小贱人！作为表哥的未婚妻，却跑到边关来找三皇子，你还能不能要点脸？红衣少女目光冰冷盯着白玄，眼里闪过一抹嫉妒。这女人容貌实在是姣好，白嫩如玉的面庞上一双碧波大眼，冰肌玉骨，恐怕是个男人见了都会动心。哦，白玄想起来了，这位是梁府的2小姐梁玉涵，她叫萧王一声表哥。这位梁2小姐自幼好武，仗着有2下子身手，时常偷偷混入军中，跟在萧王身旁。但她好像没有惹到这位梁2小姐吧？也不等白玄开口，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怒骂。你被敌军俘虏，现在已是残花败柳，根本配不上表哥。识趣点的就赶紧和表哥退了婚，嫁你的三皇子去，一边吊着我表哥，一边勾搭着三皇子，真是无耻至极。白玄面色沉下来，他没说一句话，缓缓从床上起身，抬起一脚就踹向红衣少女。你敢这么对我？不想死的话，滚！白玄，你可让我滚！梁玉涵顿时就怒了，一耳光就要招呼上去。白玄可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，这大清早的被人用冷水泼醒，还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，让他心情坏到极致，捏住梁玉涵的手腕。下一瞬，白玄将梁玉涵整个人提起来，朝门口扔了出去。梁玉涵屁股着地，摔得四仰八叉的。白玄，你这贱人，竟敢这么对我！白玄，你这贱人，竟敢这么对我！梁玉涵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就要朝里冲去。房门被人从里面关上，梁玉涵一张小脸撞在门框上。白玄，我杀了你！白玄神色淡然走回屋里，从一旁架子上拿了条帕子擦头发。白玄隐隐约约记起，他重伤昏迷之际，有人将他抱回来，还为他疗伤。脑子里浮现出敌人万军从中杀出的那个男人。萧王是原主青梅竹马的未婚夫，是在2人小的时候父辈定下的娃娃亲。如今2人的父母亲都已经去世，原主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，转而喜欢上了三皇子。这次就是来边关找三皇子，被魏国敌军抓去了。白玄轻轻转过眸来，
抬头看向眼前的铜镜，镜中女子容色倾城，身材曼妙。但白玄更知道，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，若是没有自保能力，美貌也会成为一种罪过。既然他已经来到了大周，继承原主的身体，那就要活出个样子来。上一世他习惯了站在高处发号施令，这一世他同样打算站在权力的顶峰。把门给我砸开！没过一会儿，房门轰然打开，这些都是梁国公府的护卫，专门保护梁玉涵的。把这小贱人给我拖出来！护卫们一个个冲进去，完全不顾白玄是一个重伤未愈之人。然而怎么冲入房中的，就是怎么被扔出来的。最后一个直接被白玄举起来，重重砸到梁玉涵的身上。没长眼睛吗？没看到本小姐在你后边，你是不是想死？对不起，二小姐，我是真没看到您。废物，连个受伤的女人都搞不定。梁玉涵眉头紧皱，满脸狐疑。白玄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他是吃了大力丸吗？白玄轻轻倚在门框上，就跟看耍猴戏一般，看着倒在地上的人。梁玉涵气得直跺脚，脸上表情是一个大大的不服。突然，梁玉涵见身旁护卫手里拿着一张弓，不由抢过来，对准了门口的白玄。羽箭飞射而出，直逼白玄面门。白玄冷笑一声，身子一偏，箭羽射空，定到他背后的门框上。贱人，还敢躲！这一次他手上力道更大，羽箭以更快的速度射向白玄。白玄死定了！梁玉涵正洋洋得意地想着，忽然迎面一道罡风打来，只见他刚刚射出去的箭又飞了回来。梁玉涵大惊一跳，想要躲闪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眼看着白玄下了死手，梁国公府护卫们皆是面色一变。就在箭羽射到梁玉涵面前之时，一只修长的手臂从旁伸出，凭空抓住梁玉涵面前的剑。梁玉涵已经吓得两腿发软，回过头来看向身旁男子，双眼通红。表哥，你可算是来了，我差点就被这女人给射死了。表哥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萧王目色冷锐，扫了梁玉涵一眼。你好好的来这儿做什么？梁玉涵自然不会说是来找白玄麻烦的。萧王身后，雷霆看了一眼门口躺着的梁国公府的护卫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只是没有想到两人这次闹得这么厉害，差点出了人命。回去。我不回，人家还不是为了你。白玄这不知廉耻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你。王爷还为了救她冲入敌军之中，守了她3天3夜。人家心心念念的只有三皇子，刚才睡梦中还叫着三皇子的名字呢。住嘴！本来就是嘛，你忘了你身上寒疾是怎么来的了？还不是因为救他？你身子好不容易养好，因为救他寒疾复发，昨夜痛得死去活来的，值得吗？我寒疾发作跟他没关系，还不快把梁二小姐带下去！我又没说错，这边关天气本就寒冷，你又为了救他，在敌人铁砂营中待了一整夜，冻了腿。梁玉涵还在说个不停，雷霆赶紧让左右护卫将他拖下去。这些话是能当众说的吗？王爷不要面子的吗？空气中安静下来，萧王神色有些不太自然。白玄倚在门框上，一双乌黑灼亮的眼睛就那么肆意大胆地看着他，四目相对，两道视线无声交汇，两人谁也没有说话，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又似乎本就无话可说。半晌后，女子轻轻开口：我饿了，有吃的吗？比如青菜瘦肉粥。萧王对身旁人挥了挥手，立刻就有人去厨房。没过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粥端上来。这粥啊，看着十分软糯，里面瘦肉都炖烂了，没有2-3个时辰也炖不好，应是早就备着了。白玄安安静静地喝着粥，动作优雅，和平日里大不相同。萧王坐在白玄对面，等他吃完，才语气平缓地开口：有没有想过，万一真射中了梁玉涵，梁国公府的人岂会善罢甘休？王爷这是担心我，还是在担心自己的表妹？萧王薄唇轻抿，没有吭声。有些人惯会得寸进尺，你不吓他一下，他不会长记性。王爷来得晚，可能没有看见梁二小姐那几支箭也是奔着要我性命来的。教训他一下可以，但是不能要他命。我哪里要他命了？白玄轻笑一声，清脆的声音如同悠远的铃声，一下一下敲击在萧王心上。要不是本王来得及时，你那一箭就射到他心脏了。王爷不是来得挺及时的。萧王一阵无语。白玄3两口喝完碗里的粥，轻轻放下碗筷，瞅着萧王脸上有些僵硬的神色。梁玉涵没有分寸，射死了他却有梁国公这个父亲兜底，而他背后的白家无权无势，他本身也没有强大的势力。若是当真射死了梁玉涵，整个白府都会跟着遭殃。所以白玄不过是看着萧王过来，才射出那一箭的，吓唬梁玉涵罢了。萧王被他堵得没了话，这丫头看着温温软软的，可浑身气质大变。王爷若是有空的话，最好还是管一管自己的好表妹，可不是每次都能遇到王爷帮他挡箭。两人之间的气氛又是一阵奇怪。
萧王静静看着白玄，神色莫测。白玄则轻轻靠在椅子上，光明正大打量着这男人的容颜。想到这男人冲入万军丛中救下自己，白玄的神色微微柔和一些。多谢王爷救命之恩，多谢王爷救命之恩。王爷身上的寒疾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事儿，梁玉涵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和你没关系。等你伤好了，本王亲自让人送你回上京。三皇子不会有事儿，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。我并不关心三皇子怎么样，我是在问你的寒疾。哎，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，白玄不关心三皇子，反倒关心起他来了。本王没事儿。萧王有些不自在回了一句，起身就往门外走去。白玄盯着男人的背影，回想着他冲进敌人万军丛中救他的场景。他这个人啊，可不喜欢欠人人情。白玄目送萧王离开，沉默一阵，对伺候他的小菊说：带我去找梁二小姐。梁玉涵就住在不远处，绕过几个回廊就到了。这会儿啊，他正趴在床上，对着空气骂骂咧咧的。你来做什么？看我笑话吗？本姑娘告诉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白玄，你给我等着。白玄只当是没有听到这些。你表哥身上的寒疾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表哥自幼身体就不好，当年你掉进冰窟窿里，表哥为了救你，把身上的衣服都给了你穿。自那以后就落下了寒疾，这些你都忘了。现在表哥身体好不容易好了些，谁知道你有作，好好的上京城不待，非要跑到这边关来找三皇子。表哥为了救你寒疾复发，昨天晚上差点没痛死过去。白玄不禁陷入沉默，他仔细回忆了一下原主的脑子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儿。不过原主脑子里满是三皇子，这段记忆也就被他弱化了。眼看白玄默然不语，梁玉涵满是嘲讽：你要是真有良心，就让你的好三皇子把药王谷那儿得来的驱寒丹给我表哥。驱寒丹？对，驱寒丹能抑制表哥的寒疾。三皇子在哪儿？古阳城。白玄转身就往外走去，梁玉涵不由一愣，在白玄背后大喊：喂，你真打算去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从这儿到古阳城路上到处都是山贼土匪，到时候你要是被人给抓了，可别说我没提醒过你。白玄理都没有理他，径直往外走去。萧王因原主落下寒疾，他占用了原主的身体，且战场上被萧王所救，给他弄颗驱寒丹也不过分。此去古阳城并不远，但是一路上山道崎岖，丛林密布，路也不好走。行至一处密林，忽然一道绊马索从道路中央横空而出。吁！白玄连忙勒住马缰绳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马儿被绊倒在地。何人在此？大当家的，是个美人儿。岂止是个美人啊，这简直是个大美人好吗？哇，这么漂亮的美人儿，赶紧抓起来，给大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啊！白玄神色冷冽，看向为首的三人。这三人穿得破破烂烂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来人，把这小娘们儿给我抓起来！顿时10几个小喽啰朝白玄冲去。白玄周身气势一冷，一拳一个，一脚踢飞一个。这小喽啰们连白玄的一脚都没有碰到，也被打倒在地，惨叫连连。好一个小娘们儿，有两下子！老二、老三一起上！是大哥。白玄冷笑一声，3两下就将他手上斧头给夺了。三当家的见状，连忙举起剑朝白玄刺来。白玄直接绞了他手上兵器，将他撂倒在地。三人一阵傻眼啊！他们这就玩完了？说吧，你们想怎么死？哎，姑奶奶，我的好姑奶奶，我们不想死啊！不想死，还敢做山贼，半路打劫？姑奶奶，我不做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白玄神色淡淡瞅了几人一眼。你们吓跑了我的马，说吧，打算怎么办？我们陪你。哦，对，我们陪你一匹马。白玄瞥向3个山贼头子，只见他们衣服上打满了补丁，一看啊就穷得叮当响。你们全身上下加起来，恐怕也不够买一匹马。女侠，你别看我们穿的破烂，我们还有些家底，不过都在山上，本来是留着今年过冬用的。女侠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跟我们上山。想等我跟着你们上了山，再收拾我？大当家的心思被戳穿，吓了一跳。我们哪敢啊！女侠身手这么厉害，简直是我辈之楷模啊！女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留下来做我们的头，以后我们跟着女侠你混。白玄忍不住嘴角抽了抽，他有点嫌弃，但是眼下他的马跑了，他也不能走着去古阳城啊。行吧，那我就姑且跟你们上山看看，你们有什么家当够赔我一匹马的？好啊，好啊！一群小喽啰连忙在前带路，招呼白玄上山。入夜，离城一片静谧，忽然一道尖锐的声音打破院子的平静。王爷，白三小姐不见了。人怎么不见的？
王爷今日走后，白三小姐就去找梁二小姐问了王爷韩琦的事儿。梁二小姐说三皇子手里有驱寒丹，白三小姐可能是去古阳城找三皇子拿驱寒丹去了。你带人到城里四处找找。是，王爷。雷霆命令下去，带着人在离城到处寻找白玄。哪知一行人找了大半夜，也没有见到白玄的人影。入夜，梁玉涵睡不着觉，看着外面到处灯影幢幢，不禁从床上坐起来。一问丫头喜儿，才知道是白玄不见了。二小姐，奴婢怎么从未听说过三皇子的手上有驱寒丹呀？哼，他本来就没有。那小姐你骗白玄那傻子的，他活该，居然敢当众羞辱我，我让他不得好死。可是，小姐，奴婢担心王爷要是知道了。表哥就算知道了又怎样？白家已经没落了，难不成表哥还会为了区区一个白玄来怪罪于我啊？可是，别可是了，赶紧睡觉吧，白玄回不来了。梁玉涵刚刚闭上眼，门口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。不好了，梁二小姐，王爷出城去了。表哥出城干嘛？据说白三小姐出城了，王爷是去找白三小姐。你们怎么不拦着表哥？这谁能拦得住王爷啊？梁玉涵气得面色铁青，白玄那个贱人根本不值得表哥为他如此。萧王带人从夜里找到天亮，终于在去古阳城的路上发现了一丝蛛丝马迹。王爷，这里有人打斗过。王爷，之前就有百姓报过，这虎头山附近有山贼，白三小姐多半是被山贼给抓了去。上山。王爷，这山上恐有危险，还是属下先带一队人马上去看看为好。本王亲自去。如果白玄当真遇到了山贼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终于有了发现。王爷，找到了，山贼们正在洞中大吃大喝，他们放哨的已经被我们拿下，可以立刻杀进去。发现白三小姐了吗？没有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们没敢太靠近。走，去看看。萧王面色冰寒，周身散发着一股子杀意。此时白玄正被一群山贼簇拥着，坐着一张虎皮，大口的喝酒，大口吃肉。山贼们为了招待白玄，将自己所剩不多的存货全都拿了出来。哥俩好啊，四季财呀，五鬼手啊，666啊！众人划起了拳。山贼们本以为白玄会输得很惨，结果是他们自己输得很惨。大当家的，又该你喝了；二当家的，你又输了；三当家的，喝呀！三个山贼头子全都傻眼了。啊，咱们仨都划不过女侠呀！女侠威武！女侠威武！众人满是佩服地看着白玄，眼里冒出一颗颗小星星。女侠，你就留在我们虎头山做山大王吧，我们的山贼事业一定能做得红红火火的。是啊是啊，有了女侠，我们一定能混出个样子来，说不定还能吞并了隔壁山头的李老二他们。对，你们一群大老爷们儿有手有脚，为什么不自谋生气，做起了山贼呢？山洞中顿时一静，众人的动作都不自觉慢下来。女侠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自从边关发生战乱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大家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我们就走上了劫富济贫的道路。这贫的就是我们自己啊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国家危难之际，当挺身而出，为国效力。你们为何不去从军呢？女侠，不是我们不从军，这边关将士的军饷被层层克扣，到了士兵们手中都不剩下什么了。你说这将士们都吃不饱饭，还能打仗吗？那不是只能送命？有这种事，萧王知道吗？二当家的摆了摆手。这萧王啊，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敌军5万，朝廷却只给他2000人马，这不是摆明了要萧王去送死吗？白玄不禁陷入一阵沉默。他虽然知道大周朝堂腐败，可是没有想到腐败到这个份上。这么说来，萧王如今的处境确实是难。他名义上是萧王的未婚妻，和萧王处在同一战线上，那他得帮帮萧王。报了，有官兵杀进来了！大家浑身一个机灵，连忙去拿自己的兵器。混乱之中，一队官兵已经冲杀进来。放下武器，缴械不杀！一群山贼们立时抱头，老老实实蹲在地上，连挣扎都放弃了。抬眸瞥见椅子上还坐着一人，正要厉声呵斥，赫然发现坐在椅子上的人正是他们要找的白三小姐。雷霆不禁嘴角抽了抽，脚下一让，身后男人高大挺拔的身影出现在山洞中。白玄微微挑眉，眼里一阵震惊。哎，萧王这会儿不是应该在离城想办法对付魏明吗？王爷来了，坐下喝一杯。萧王脸上表情快裂开了，一步一步朝着白玄走来。白玄不傻，一眼就看出这男人是专门来找他的。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能不能别闹了？我怎么闹了？雷霆见气氛不对，忙上前解释。白三小姐，王爷担心您一个晚上。我要他担心吗？
他不是留了纸条，说自己出城了，几日就回吗？雷霆一阵无语，一众抱头蹲下的山贼更是无语。嘿，这什么情况啊？眼前这位便是赫赫有名的萧王殿下。哎呀，女侠很硬气啊，连萧王都敢凶。白玄也不管萧王是什么神色，朝着地上几个山贼道：还蹲在那儿做什么呢？起来啊，自家人。山贼们一阵面面相觑，紧接着就笑嘻嘻地站起来。这大当家的惯会看眼色，连忙给萧王倒上一杯酒，又招呼小弟给萧王按摩肩膀。萧王袖子一拂，将几人挥开，浑身散发着冷气。都退下！现场气氛一阵冷凝，雷霆连忙让弟兄们全都退出去。山贼弟兄们眼见形势不对，也哆嗦着身体走了出去。这热闹的山洞里一下子就空旷冷寂起来。萧王满面阴霾，冷沉着脸，一言不发。有什么事儿就说。你就那么想见三皇子？是啊，要不是我的马被山贼弟兄们给吓跑了，我这会儿就已经到了古阳城了。你若真那么想见三皇子，大可以来告诉本王，本王亲自派人送你过去。一个人偷偷溜出城，难道你还想被魏明给抓去？第一，我光明正大的走的，没有溜。第二，我没有被抓，我是被魏明抓过，但是这不代表着以后我就怕了他魏明。等下一次见到魏明，我还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白玄，萧王语气一厉，这丫头听不进去也就算了，还说些冠冕堂皇的话，当真是一点分寸也没有。王爷这么放不下我，百忙之中还跑来贼窝里面找我，可是心里有我。放肆！萧王一阵面红耳赤，怒不可遏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调戏他。白玄，王爷用不着这么大声，你先回去吧，给我留下一匹马就行了。我去找三皇子，给你弄颗驱寒丹，弄到了立马就回，耽误不了2天。你想见三皇子就明说，不要拿本王当挡箭牌。当什么挡箭牌啊？你救了我一命，我给你弄一颗驱寒丹罢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三皇子手上根本就没什么驱寒丹，你深夜偷偷溜出城，不过是为了见他。你喜欢三皇子也无可厚非，但是能不能不要拉上本王？三皇子手上没有驱寒丹，梁玉涵那个小婊子骗我。白玄的沉默直接就被萧王当成了默认，男人脸色铁青。你不是想去古阳城见齐墨吗？本王现在就送你去。我不去了。既然三皇子手上没有驱寒丹，那他还去做什么呀？萧王神色这才好了一些。不去就跟本王回离城，回头我派人送你回上京。我不回。现在回去他多没面子呀，出都出来了，不干点什么可不是他的风格。这驱寒丹搞不成了，别的东西嘛总还要搞一搞的。你以为本王想管你？要不是看在你父亲救了本王一命的份上，本王看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王爷现在已经自由了，从今往后都不用再管我了。你到底留在这干什么？难不成你真要做什么山大王？做山大王有什么不好的？自由自在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别说，我还真就留在这儿做山大王了。傅环叶眸色微沉，一把握住白玄纤细的手腕。你信不信本王一锅端了这贼窝？这男人要来强的。白玄是个吃软不吃硬的，萧王强硬，他更强硬。反手握住萧王的手腕，用力一拉，就将萧王拉到了自己身前。信不信我把王爷按在地上摩擦？傅环叶耳窝一热，呼吸都重了几分，听到他的话又不禁一阵惊怒。不等他有所动作，用力一推，就将男人推倒在桌子上。他俯下身来。王爷这么放不下我，百忙之中还跑来贼窝里面找我，可是心里有我。放肆！萧王一阵面红耳赤，怒不可遏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调戏他。我还大胆着呢。白玄轻笑一声，近距离欣赏的男人刀工雕刻一般完美的盛世美颜。王爷长得可真不错。萧王真是无语，他竟然被这女人给轻薄了。傅环叶额头上青筋暴跳，这女人到底是哪儿根筋不对呀？他不是觉得三皇子那样的才好看吗？说什么三皇子温文尔雅，不像他冷硬粗犷，就跟个臭石头一样。萧王反应过来，一把推开白玄，却不知什么时候，白玄手中绳子已经缠上他的双手，迅速打了一个奇怪的结，将他给绑了起来。你做什么？王爷要是不想丢面的话，就尽管大声的喊，最好是让你的属下和山贼们都进来看一下，王爷被一个女人给绑了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给王爷支个招。什么招？我知道王爷眼下守在这离城，正是危难之际，敌我势力悬殊。王爷若是不动用萧老王爷留下来的人脉和势力，恐怕很难打赢这场仗。可若是王爷联合老王爷的部下，朝中就会有人说王爷勾结老王爷旧部谋反。萧王不禁微微一愣，他没有想到白玄会看到这一点。
我给王爷支的招呢，很简单，就是把三皇子拉下水，让三皇子来背这个锅。萧王凝视白玄半晌，眼前这张脸绝美而陌生。曾经的白玄不会说出让三皇子背锅这样的话。如今三皇子龟缩在古阳城，正等着抓本王的错处，怎么让三皇子背锅？这简单，潜入古阳城中弄了他，逼迫他出兵就是了。他可是三皇子。三皇子又能怎么样？没有实力的皇子命如草芥。白玄语气猖狂至极，他说这话之时明眸透亮，神采飞扬，让萧王不禁微微一愣。三皇子如今在朝中的处境比之王爷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他上面有大皇子和二皇子压着，永远低人一头。三皇子这次前来督军也不过是为了抓到王爷的错处，讨陛下欢心罢了。王爷就不如将胜利的锅盖强行盖到三皇子的头上，彻底将三皇子拉下水，让三皇子来承担这一切。他毕竟是个皇子，就算是再让他的父皇爹不开心，也就是不开心罢了。可这灾难要是落到了萧王府的头上，那就是灭族的罪。萧王很是有些惊讶，他没有想到白玄会出这样的主意。白玄轻轻抬眸瞅着眼前男人，见他没有表态，王爷，这是您的机会，支持三皇子就是救您自己，也就是救萧王府。说了半天，你还是为了齐墨？我是为了你。白玄一阵无语，他怎么做什么这男人都觉得他是为了三皇子呢？这主意摆明了是在坑三皇子呀，让三皇子没法讨皇帝的欢心呀。萧王到底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微微摇头。齐墨难成大业，若是本王支持他，萧王府就真的完了。萧王府一向中立，不参与各皇子党争，他若是开了这个先河，萧王府日后都没法独善其身了。王爷只需要先让他把这锅给背了，让他误以为你支持他，回头找一个机会把他甩了就行了。萧王陷入一阵沉默，他从前只知打仗，以保家卫国为己任，可到头来呢？陛下忌惮萧王府，三番五次为难他，怀疑他。这次面对强大的魏军，竟然只让他带萧王府的2000府兵上战场，美其名曰萧王府的战士能够以一当百。王爷若是下定了决心，现在就可以去找三皇子了。那你呢？我还有点事儿，做完了就回离城。王爷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惹麻烦。傅环叶凤眸轻抬，看向眼前女子，只觉得她变了不少。以前她是绝对不会喝这种劣质茶叶的。最后萧王留下18亲卫保护白玄，自己带着雷霆等人离开。山贼们见萧王下山了，立刻就朝着白玄围过来。女侠，你和萧王是什么关系啊？女侠，你可真厉害啊，连萧王都能搞定。女侠，我们以后就跟着你混了，以后你让兄弟们往东，兄弟们绝不往西。那我要你们从良，你们可答应？山贼们对视一眼，扑通一声跪下来。答应，只要是女侠让我们做的，我们通通都答应。好，那就准备准备，跟我去烧了魏军粮草。啊！山贼们顿时就懵了，真去啊？怎么，怂了？莫非你们刚刚所说都是假话？谁怂了？干就干，跟着女侠，兄弟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在所不惜。行，那就做好准备，天黑就行动。遵命，女侠。白玄没和众人开玩笑，是夜，他便带着一群人前往魏军储存粮草的雍城。你们在城楼底下挑衅，将敌人引出来，我斩杀了他们的主将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冲进去。女侠，这可是训练有素的敌军，你不要轻敌啊！只管按照我的吩咐做就行了。这些拿着冷兵器的敌人对他来说都是小意思。记得，你们冲进去之后，不要和敌人纠缠，一路从南门杀到北门，在那里等着。到时候见城内起了大火，就是敌军粮草被烧了。女侠，如果没见城内起火呢？没有这种可能。白玄抬眸看了众人一眼，眼里冷芒浩如明月。女子身上气势十足，浑身满是自信。山贼们也被她身上气势所感染，当即站出来挑衅。雍城的小贼们听着，马上快过年了，还不快拿些东西孝敬山贼爷爷们！快开城门，快来迎接本山大王！再不出城来，小心爷爷一锅端了你们！城楼上亮起了灯，雍城的敌军守将一见是一群山贼，顿时就带领一彪人马出得城来。区区山贼，竟敢前来打劫军营！哟呵，还有个女的！话落，白玄手握长剑，当空一横，只一刀便将敌军将领的头颅斩落在地。山贼和敌人们尽皆大惊一跳，白玄一马当先冲进城去，敌人四散溃逃，山贼们在后猛追。进了城内，白玄带着一小队人马去烧敌军粮草，大部队山贼们直往北门而去，整个城内全都混乱起来。半个时辰后，
城内火光冲天，起火了！女侠烧了敌军粮草了！山贼们振奋不已，士兵们守将被杀，一路溃散。没过一会儿，白玄与众弟兄们会合，往城外而去。翌日，萧王从古阳城回来，带回被胁迫不得不答应出兵的三皇子，让人将三皇子看管起来。城楼上，萧王刚刚巡视一圈，留在白玄身边的一名亲卫来报：王爷，白三小姐昨夜带着山贼们烧了敌军粮草。傅环叶微微抬眸，白玄不跟他回来，就是为了烧敌军粮草。什么？你说谁烧了敌军粮草？白玄？怎么可能？是白三小姐啊，我们一直跟在白三小姐身边。昨晚上，白三小姐带着众人杀入雍城之中，斩了敌军守将，放火烧了敌军粮草，我们亲眼所见。梁玉涵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，白玄这女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啊！这名亲卫是不是被白玄给收买了，所以才会为白玄说话？白玄这会儿带着山贼弟兄们进了城，安顿好弟兄们后，打着哈欠上了城楼。白玄，你这贱人上哪儿去了？还得表哥到处找你！你偷偷溜出城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撒谎，说烧了敌军粮草。你快告诉大家，敌军粮草不是你烧的！你敢打我！梁二小姐的嘴巴若是再不干净，我不介意帮你撕了它。表哥，他打我，看我不弄死他！弄死我，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这梁玉涵骗他，他正愁找不到借口收拾他呢。这会儿正好自动送上门来了。梁玉涵的脸被白玄打伤，这会儿城楼上又有这么多人看着，哪里咽得下这口气？他张牙舞爪就朝白玄冲去。白玄冷笑一声，等到梁玉涵冲过来之时，脚上一勾，梁玉涵跌了一个狗吃屎，哇哦一声就哭出来。他抹着眼泪，不服气地从地上爬起来。白玄抬眸看去，只见梁玉涵的手中握了一把匕首，好家伙，动刀子了！众人不禁屏住呼吸，但见萧王没有说话，也就没人动。白玄侧身躲过梁玉涵的袭击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我这个人呢，有个毛病，一旦有人在我的面前耍刀子，就得见血。梁二小姐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这没伤到我，反倒是把自己给弄伤了。白玄抬手拍了拍梁玉涵的肩膀，将他推到一旁，朝着萧王走去。梁玉涵看着白玄嚣张狂妄的背影，心中恨意升起，他举起匕首就朝着白玄后背上刺去。众人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，这梁二小姐还偷袭啊！雷霆想要过去阻止，已是来不及了。眼见着匕首就要刺到白玄的后背，白玄一个回身，一脚就将梁玉涵手中匕首踹飞。下一瞬，他从腰后取出绳索，直接套在梁玉涵的身上，拖着他往城楼边上走去。你干什么？表哥，表哥！萧王神色淡淡看着城外，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。下一瞬，白玄将梁玉涵从城楼上扔下去，倒挂在城楼上。梁玉涵的身体砰的一声撞在城墙上，撞得他骨头都要散架了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梁玉涵眼里世界都颠倒了，这会儿才感觉到怕了。白玄眼皮子都没有眨一下，一手拽着绳子。梁国公府的护卫们围上来，面色阴沉。放开我家小姐！哦，你的意思是要我现在就松手了？白玄手上微微一松，那绳子就往下移，梁玉涵也跟着往下坠落。护卫们吓得面色一白，顿时缩在一旁，不敢说话了。王爷，您看我多知道分寸，是不？萧王抬眸看向白玄，神色淡淡。玩够了就把人放下来。白玄美眸对上男人深黑的眸子，看他一眼，冷哼一声，随手把绳子绑在城墙的垛口上。三皇子答应出兵了？那就好。眼下敌军粮草被烧，军心大乱，三皇子既然已经答应出兵，王爷要及早行动才是。你不去看看三皇子？白玄眉梢微挑，这个男人的语气怎么怪怪的？不想去。原主是个恋爱脑，沉迷于三皇子，他可对三皇子没有半分兴趣。哦，对了，我弟弟白明被关了好几天了，王爷也应该放人了吧？他这次收服了一大群山贼，那群山贼弟兄们可嚷嚷着要跟他混，正好他让白明把这些山贼们编入军中，好好训练，将来有用处。白明违背军规，该罚。那就罚呀，罚完了就赶紧放人。众人一阵诧异，白明将军当初也是为了救他这个姐姐才闯城门违背的军规，如今这白三小姐不但不替白将军求情，还让王爷罚他，真是让人惊叹。众人并不知道白玄的骨子里是个比萧王还遵守军规的人。依你之见，本王该怎么罚？就依军中规定，大打50军棍，罚俸半年。好，就按白三小姐说的办，将白明带上来。白明很快就被带上来，高高个个的男子一见到长姐，眼睛瞬间就红了。长姐！白玄面无表情，神情严肃。趴下，好好受罚。众人无语。白明用力吸了吸鼻子，还好长姐没事，
没事就好。他点点头，老老实实受罚。粗壮的棍子一下一下砸在白明身上，白玄眼睛也没有眨一下。见白玄神色冷漠，雷霆不禁摇头，有些为白明感到不值。萧王完全可以肯定，这女人确实是性情大变了。要是换了以前，他早就跑过去护着自己弟弟了。等白明挨完罚，他弯下腰，直接将白明从地上抱起来。白明一阵不好意思：“张姐，我自己能走。”“走什么？姐抱着你回去。”众人看着姐弟二人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城楼上，神色一阵复杂。白玄一路将弟弟抱回房里，说是要给他上药。白明的脸色直接就红了，强撑着伤痛把张姐往外推。怎么不好意思了？他对这个哪怕违背军规也要冲出城去救他的弟弟有种天然的好感。姐，你自己身上的伤还没好呢，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。我没事儿，倒是你身体看着瘦了不少，回去姐给你炖一些鸡汤补一补。白明一听，顿时满脸拒绝。可别了，张姐，您还是别糟蹋鸡了。臭小子，怎么说话的？白玄被气笑了，这小子是在嫌弃他做的黑暗料理。对了，姐，听说三皇子答应出兵了，这事儿不会和你有关吧？白明瞅着自己亲姐，神色看起来有些紧张。老实说，他并不希望长姐牵扯进三皇子和萧王之间。没，是萧王说动了三皇子。是吗？张姐，你就那么喜欢三皇子吗？你呀，还管起姐姐的私事来了。张姐，我只是觉得三皇子或许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白明满眼担忧，爹娘都不在了，他只有长姐一个最亲的人了，他只希望长姐能够平安幸福。行了，长姐都已经知道了，你赶紧让人进来给你上药。白玄揉了揉弟弟脑袋，大步往外走去。原主为了三皇子做了很多让人误会的事儿，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楚。等时间长了，大家便会知道他对三皇子可没有什么好感。昨晚上折腾一夜，白玄也累了，回房后便倒头大睡，这一睡就是2天2夜。白玄醒来的时候，萧王早已带着手下2000人马、萧老王爷部下以及三皇子手上的2万人马迎敌去了。忽然大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，院子里传来一阵吵闹声。白三姑娘，三殿下有请。白玄一看来者不善，随手将匕首插入靴子，又从梳妆台上挑了几根尖利的簪子放入袖中，这才目光幽冷地看向几人。你们这是请人的态度？三殿下耐心有限，还请白三小姐麻溜点跟我们走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这说话的口气直接就是威胁了。白玄耐着性子，我可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三殿下？白三小姐做了什么自己清楚。他也就是让萧王坑了三皇子一把。难道三皇子已经知道了？不对啊，这些都是我和萧王私底下的谈话，没有人会知道才对。白玄一边思索着哪里出了状况，一边跟着三皇子的人走了出去。此时院门口梁玉涵的丫头喜儿见白玄被带走，赶紧回去禀报自家小姐。怎么样？回小姐，三皇子的人已经把白玄带走了。好啊，白玄这贱人竟然敢把我倒挂在城墙上，让我颜面尽失，那我就让他这辈子都无颜再见表哥。另外一边，许久未见，玄儿可有想念本宫了？白玄听了这暧昧不清的话，只觉得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。我不明白三殿下这话是何意。哼，这里只有你我2人，就不要再装了。殿下有事说事，没事的话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，就不奉陪了。齐墨神色一冷，朝门口几个彪形大汉微示意，白玄立时被人拦住。这么说，玄儿当真是不想本宫了？不想。干脆果断的2个字，犹如快刀斩乱麻一般，直接将原主和齐墨之间的纠葛斩得干干净净。看来梁二小姐说的没错，你一直都在玩弄本宫的感情，嘴里口口声声说着喜欢本宫，其实是为了萧王。萧王整天怀疑他做什么都是为了齐墨，齐墨则怀疑原主喜欢他是为了萧王。哼，真是有趣。白玄转过身来，强迫自己脸上露出一抹笑意。我和殿下并不相熟，以前或许是做出过什么事情让殿下误会了，但是今日一并说清楚。另外，我是萧王的未婚妻，如今我和殿下孤男寡女在这里会面，若是被有心人传出去，恐会累及殿下的名声，你我2人今后还是避着点好。这意思就是今后能不见面就不见面了。我们不相熟？哼，这香囊是你亲手送给本宫的，你该收吧。白玄随手接过香囊，静默不语。说啊，你要是和本宫不熟，你的贴身之物又怎么会在本宫身上？送错人了，这本是送给我未婚夫萧王的。白玄神色淡定，走到一旁，拿起柜子上剪刀，便将香囊剪成了2半。现在毁坏信物，未免太晚了。况且
本宫这里还有。齐墨满面嘲讽，拿出一条手帕，只见雪白的丝绸上面用粉色丝线绣着一个小巧工整的玄字。白玄无语，他眸光淡淡扫过手帕，神色清冷。我以前可能喜欢过三殿下，又自觉配不上三殿下，就对三殿下死心了。这些陈年旧事又何必再提呢？白玄一边说着，一边慢慢走过去，从齐墨手中夺回手帕，撕成了碎布。齐墨脸色都黑了。陈年旧事？上个月你不是刚写信给本宫，说分别数月甚是想念，你千里迢迢从上京赶来，不就是为了见本宫一面？白玄确实没有想到，他堂堂华夏特种训练营总指挥，竟穿越到这样一个恋爱脑的身上。怎么，没话说了？有。白玄索性拉开一把椅子，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了杯茶，慢悠悠地喝起来。他继承了原主的身体，也得处理一下原主留下的烂摊子。我以前确实喜欢过三殿下。哼，你的意思是你现在不喜欢本宫了？没错，我千里迢迢从上京赶来，只为了见三殿下一面。然而不幸在路上被魏军抓获，我心心念念盼望着三殿下前来救我，可是结果呢？殿下躲在古阳城，不发一兵一卒，还一来就对我兴师问罪。敢问三殿下对我可有一分真意？齐墨自知理亏，神色也缓和一些。本宫奉旨守在古阳城，不能擅自离开，你当体谅本宫的难处。哦，那如今殿下怎么能离开了呢？三皇子被堵得哑口无言，谁能想得到他是被那萧王那天杀的给绑来的？他如今就是和傅环业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这种丢面的事儿，他也不好当着白玄的面说出来就是了。梁二小姐说，你本是要去古阳城找本宫拿驱寒丹的。对。这么说，你承认自己接近本宫都是为了萧王？这有什么不对的吗？萧王是我的未婚夫，又为救我寒疾复发，我给他弄一颗驱寒丹，这怎么了？这么说，你的确在玩弄本宫感情。三殿下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殿下早知我是萧王的未婚妻，还对我勾勾搭搭，这传出去就不怕被人说闲话吗？本宫对你勾勾搭搭，不是你想方设法的爬本宫床吗？这些你都忘了？说话间，齐墨欺身而进，眼里满是轻浮。白玄眸光微沉，想调戏他。上一个调戏他的人命根子被他踢断了。怎么，三殿下这是发情了？齐墨先前就饮了一些酒，这会儿体内不知怎么的一股无名热火直往上冲，他整个人被踹得直往后退。三殿下若是想发情，怕是找错人了。白玄，你竟敢打本宫！我警告三殿下，下次要是再敢这样对我动手动脚，小心我废了你！齐墨头脑顿时清醒几分，可身体愈发燥热，朝着白玄扑去。白玄面色一沉，是他刚刚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还是说这男人觉得他的威胁毫无作用？白玄侧身一躲，齐墨扑了个空。装什么装？你不是早就想爬本宫的床了吗？今日本宫就给你这个机会，好好的把本宫伺候好了，什么都好说。他只要一想到萧王强行逼他出兵，还将他软禁在这儿，就是一肚子气。他弄不了萧王，还弄不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。你是自己乖乖过来，还是等着本宫去抓你？白玄心中冷笑，面上神色不变。来呀，殿下过来呀。这就对了嘛。等到齐墨靠近，白玄一把抓住齐墨头发，将他头揪得直往后仰。白玄提起桌上茶壶，就将里面的茶水全部倒在齐墨头上。贱人，你做什么？三殿下这就不懂了吧？这样玩才刺激，才有情调。白玄轻笑一声，握着茶壶的手一松。三殿下既然想玩，我就陪殿下好好的玩一玩。白玄说着，抓住齐墨衣领，用力一推，就把他推倒在满是瓷片的地上。你这贱人，瓷片扎到我了！你这贱人，瓷片扎到我了！他奋力挣扎起来，身子却被白玄死死地按住，鲜血从后背流下来，痛得齐墨面目狰狞。三殿下想要玩刺激的，就得付出代价，这点痛都忍受不了，还玩什么呀？齐墨愣愣看着白玄，只觉得他变了，变得放肆又大胆。白玄，本宫可是皇子，你胆敢伤害本宫，本宫回头禀告父皇，抽了你白甲。我好怕呀，我怕三殿下还没有来得及抄我的家，就被陛下给贬为庶人了。毕竟三皇子今日的行为和强抢良家妇女有什么分别？白玄死死压着齐墨，将他身体往碎瓷片里面按，让他一动也没法动弹。齐墨痛得龇牙咧嘴，朝门外大吼。白玄从他脚上脱下袜子，直接塞到他嘴里。
齐墨不敢置信，瞪大眼睛，这女人竟然敢这么对他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表哥，喜儿亲眼看到白三小姐打扮的妖艳无比，到三皇子这儿来了。白三小姐还说要把自己作为礼物献给三皇子殿下。”白玄眸光眯起，梁玉涵的声音，怎么哪儿都有他？男人满面阴沉，径直越过守在门口的护卫。梁玉涵直接绕过萧王冲进去：“表哥，我就说白玄这贱人勾引三皇子吧！”只见三皇子双手被反绑着，嘴里塞了一块破布，仰面躺在铺满碎瓷片的地上。三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梁玉涵冲过去，目光四处扫视，连白玄人影都没有见着。不对啊，门口那么多人守着，没见到白玄出去，他人呢？白玄，是你在这儿吗？不会是你把三殿下给伤成这样了吧？你快出来啊！我们都知道你仰慕三殿下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也没必要躲起来，快出来吧！他一定要将他找出来，让他身败名裂。你们还不快到处找找，看看到底是谁伤了三殿下？护卫们这才反应过来，忙把三皇子手上绳索松开，嘴里破袜子拿出来，四处搜索起白玄来。三殿下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谁伤了您？齐墨此时浑身滚烫，体内就像是有一片火在燃烧。他一见梁玉涵在面前晃荡，就忍不住朝梁玉涵冲过去，一把抱住梁玉涵。众人都惊了一跳，梁玉涵更是吓住了，浑身僵硬的一动也不敢动。齐墨却更加放肆了，又朝他嘴唇上亲去。众人一阵傻眼，可谁也不敢说什么。原来三殿下喜欢梁二姑娘。白玄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梁玉涵这才清醒过来，连忙挣扎着退开，却发现齐墨力大无比。他双手紧紧箍着他的腰身，将他死死按着，让他挣脱不得。表哥，救救我呀！表哥，救救我呀！萧王这才走上前去，制止了齐墨。他神色奇怪看着白玄。齐墨这副样子是他做的，他不是很喜欢齐墨吗？梁玉涵好不容易从齐墨手上挣脱出来，一见白玄完好无损地站在眼前，顿时脸都绿了。白玄这贱人怎么会好端端的从门外进来？没想到梁二小姐和三殿下才是真正的郎情妾意，二位都已经亲在一起了，想必好事也将近。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也不提早告诉我一声呢？我也好准备一份贺礼啊。梁玉涵面色铁青。白玄，是你做的是不是？是不是你对三殿下下了药？下药？白玄本来没往这方面想，经过梁玉涵这么一提醒，再看看齐墨现在的模样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齐墨虽然对他别有所图，但好歹也是大周三皇子，不至于对他做出那样无耻的事情来。但如果是被人下了药，那就不好说了。还不快找大夫来看看，是不是有人对三殿下下了药？齐墨的护卫们一听，立刻就去找了一位大夫来。这位公子在2个时辰前服用了鸳鸯散。齐墨的侍卫们不禁面色一沉。大夫又替齐墨施了针，齐墨才慢慢清醒过来。三殿下，你还好吗？真没想到白玄竟然因为喜欢你，就对你做出这种无耻之事。梁玉涵的一句话，直接就把下药的罪责推到白玄头上。你耳朵聋了，还是脑子瘫了？大夫说了，三殿下是2个时辰之前中的毒。你们好生想想看，2个时辰前到底是谁来过这里？齐墨身边的护卫们齐齐看向梁玉涵。2个时辰前是梁二小姐来看三殿下，说是白三小姐玩弄三殿下感情，随后三殿下便怒气冲冲，要他们去请白三小姐过来。三殿下，小女冤枉啊！小女只是听说三殿下来了这离城，按照惯例来给三殿下请个安，行个礼而已。小女自幼仰慕的人是表哥，万没有对三殿下用这种下作手段的道理。倒是白玄一直仰慕三殿下，我看就是他对殿下用了毒。齐墨这会儿已经清醒了大半，他当然知道这不是白玄对他下的毒，可白玄这个女人竟敢这么对他，他今日就把这脏水往白玄身上泼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对本宫用毒，罪大恶极，本宫回头就上报父皇，让父皇下旨抄了你们白家。三殿下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却不可以乱说，在陛下面前撒谎可是欺君大罪。三皇子脸色微变，欺君之罪他可担当不起。白玄，我们都知道你对三殿下情有独钟。不等梁玉涵说完，白玄一把揪住他衣领，将他整个人提过来。我看你是对三殿下情有独钟吧？这不，脖子上面还有吻痕呢，瞧这2个粉色的小草莓印在上面，可真好看。三殿下说，我为了得到你机关算尽，对你下毒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大家刚刚冲进来看到的，就该是我扒了三殿下的衣服和你如胶似漆的画面，而不该是你被我揍得满地找牙。这么说，你承认是你伤害了三殿下？没错，
就是我亲手将某些对我欲行不轨之人狠狠地按在地上，暴打了一顿。白玄冷眸扫视过去，只看到梁玉涵心底发寒。有三殿下背上的伤口为证，我倒是要看看陛下会不会相信我机关算尽，为了三殿下却将三殿下弄得遍体鳞伤。齐墨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他从前怎么不知道白玄如此伶牙俐齿？三皇子殿下欺辱良家妇女，更何况还是战功赫赫的萧王殿下未婚妻，就算是不被陛下责罚，也会被大周的百姓戳脊梁骨。萧王府在皇帝眼中是功高震主，可在大周百姓眼中是保护大周百姓的国之柱石。齐墨本就是污蔑白玄，现在被白玄这么一说，不禁有些心虚了。他姑且把这口恶气压下去，等回了上京再找白玄这贱人算账。梁玉涵却没有打算放过白玄。你血口喷人，分明是你勾引三殿下，对三殿下下了毒，还敢说三殿下污蔑你，真是不要脸！没有你不要脸，萧王殿下，到底是谁下的毒？一查便知。我只是送了些糕点过来，三殿下已经用了。用了也没事，再看看药铺里面有谁抓药不就行了。萧王对身旁雷霆吩咐：去查。表哥，不是我，你相信我。本王自然信，但本王更信事实真相。话落，萧王拂袖而去。他还真得好好查一查梁玉涵最近的行为，实在是太放肆了。萧王回房后没多久，雷霆便查到了结果。回王爷，梁二小姐身边的一个护卫去街口药铺买过药，正是鸳鸯散。把梁二小姐给本王叫过来。梁玉涵很快就被带上来。表哥，你刚刚为什么不帮我？帮你做什么？帮你污蔑我未婚妻的清白吗？还是说帮你下毒毒害三皇子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还敢狡辩！雷霆都已经查到了，你让人去买的鸳鸯散，是我身边的人自作主张，我真的没有。你以为三皇子不知道是你？要不是担心这件事累及自己名声，你以为三皇子会善罢甘休？雷霆，将梁二小姐拖下去，大打20大棍，再送回上京。表哥！梁玉涵满目震惊，他竟然为了白玄打他。立刻打，打完连夜把人送走。是，王爷。左右侍卫立刻上前来，架住梁玉涵就拉下去。表哥，你不能打我，不能打我，我不要回上京。表哥，我不要。梁玉涵的声音越来越远，屋子里安静下来，窗外树叶刷刷，秋风卷着寒冷的气流从窗户灌入。雷霆连忙去关窗户。萧王似乎再也忍受不住，面色肉眼可见的发白，他眉头紧皱，整个人有些哆嗦，额头上渗出不正常的汗珠。雷霆回头一见，面色大变，王爷这是寒疾发作了。王爷，属下让人去熬药。白玄呢？白三小姐收服了那群山贼，这会儿正和白明张罗着训练山贼呢。龙刹，属下在。以后你暗中保护在白三小姐身边，若是有什么事，及时来报。是。这会儿萧王整张脸都成了乌白色，雷霆心疼不已。王爷，您就别担心白三小姐了，先上床歇会儿吧，我让人弄点姜汤来。这药啊还得熬上一会儿，只能让人先熬点姜汤。雷霆吩咐下去，又叫人抬了几个火炉子进来。今年这天冷得比往常早，只希望王爷这个冬天不要太受苦才好。此时白玄面前100多个山贼整齐列队站在教场上。入了军中就得遵守军中的纪律，以前你们的那些山匪习性通通给我收起来，从今往后好好的训练，将来好上战场杀敌，建功立业。是，女侠。 3个山贼头子站在队列最前方，腰杆挺得异常笔直。以前他们在山上只以为做山贼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就很痛快，直到女侠带他们闯入敌军大营，烧了敌军粮草，他们才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痛快。军中有军中的规矩，以后不要再叫我女侠，可以叫我白三小姐，或者是老大。是，老大。山贼们异口同声选择了后者。白玄点点头，转眸看向身旁的白明。给他们领的盔甲和兵器都已经领到了吗？辎重那边的人说得王爷同意才行。这群弟兄们原本是山贼，如今虽然从了军，但是以前的身份毕竟不光彩。辎重管理的人以此为借口，拿王爷的身份来堵他。行，我回头去找萧王，都给我好好的练，将来才能出人头地。是。白玄离开教场后，径直往萧王院子里而去。这会儿正值傍晚时分，萧王的院子里灯火通明，来来往往的下人们行色匆匆。白玄见他们抱棉被的抱棉被，抬火炉的抬火炉，还有人端着汤药，不禁一阵奇怪。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雷霆惊了一跳，
回过头来见是白玄，想着王爷这一身寒疾都是因他而起，不禁没好气。还不是因为白三小姐你？因为我……王爷当年为了救白三小姐而落下寒疾，如今是寒疾复发了。白玄闻言一愣，随即他朝屋里走去。白三小姐，王爷已经歇下了。白玄没有应声掀开帘子，一眼便将里面情况尽收眼底。不过深秋季节，屋子里已然燃起4个火炉。萧王静静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几床厚厚的棉被。白玄径直往里走去，只见男人合着眼，面色煞白，唇上毫无血色，整个人好似没有了生气。他抬手抚上男子额头，刚一碰到男人肌肤，手上便是一凉。他又摸了摸男人的其他地方，萧王浑身好似一个冰块。白玄心中大为震惊，萧王的寒疾竟然如此严重，照这么下去的话，他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很冷吗？很冷吗？你怎么来了？白玄没有回答，他将手伸进萧王被子，想替萧王按摩一下身体。你做什么？我懂一些穴位方面的按摩，可帮助王爷揉捏一下腿部，让王爷身体热起来。不必了。萧王忙抓住白玄乱动的手，往被子外推。不巧的是，他这会儿浑身无力，力气竟没有白玄大。萧王只得厉声道：“出去！别动，好好躺着便是。”被子里冷冰冰的，一丝热度也没有。男人身体冷得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冻结了。白玄也没有墨迹，迅速找到萧王的腿，便按摩起来。你快别闹了，出去！王爷可是担心我的名声？我在世人眼里都已经是被敌军糟践过的女子了，王爷还担心什么？在这封建的古代，只要女子被敌军抓去，甭管你清白还在不在，世人皆认为不在了。不过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毛毛雨，他上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。萧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半晌他才道：“你不用担心自己嫁不出去。”言外之意就是他会娶她。我一点也不担心。白玄一边和萧王说着话，一边将萧王手脚四肢按摩完毕，又帮他揉揉脚底。脚被柔软的小手握住，萧王有些不自然地别过头。按摩完后，白玄探探萧王的体温，发现这套按捏手法对这男人来说作用不大。萧王的身体依然僵硬得如同一个冰块，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。这不行。白玄愣在原地沉默半晌，他踢掉脚上鞋子，钻进萧王的被窝。你做什么？白玄没有回话，趁他不防备，整个人窝进男人怀里，雪白的藕臂抱住他。萧王的呼吸猛地一沉，一股奇异的感觉从心头窜起，直涌入四肢百骸。这丫头身体如此柔软，如此沁香，就像是一团热火，好似要将她点燃。萧王重重喘了口气，眸光幽深看向白玄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我知道。既然按摩手法对这男人没用，那他就换一种方法。白玄并不打算单纯的用身体温暖萧王，他估计这样做效果不大。他想用一个女人的诱惑力激起一个男人内心原始的火热。白玄也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，但总归得试一试。萧王整个人都乱了，身上传来的奇异感觉几乎让他失去理智。这丫头的行为太突然，太大胆，太放肆，以至于他除了震惊全是慌乱。萧王极力保持镇定，用力推着白玄的身体。出去！你再不出去，我就叫来。萧王话未说完，尽数被白玄堵在喉咙里。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哪种方式能让这男人热起来，他就用哪种方式。萧王唇瓣一热，脑子轰的一声炸开，只觉得头皮都在发麻。他体内迅速窜起一股火热，直冲脑门。女子奇异的香甜在口腔中蔓延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汲取更多。白玄的吻极大挑战萧王的自制力，冰冷与火热交融在一起，让人沉沦。小丫头，你这是在玩火。白玄离开男人嘴唇，轻轻一笑。王爷火起来了吗？他感受到他身体变化了，这一招有用。萧王也察觉到自己的变化，心中又惊又恼，又羞又郁。他从未和女子有过如此肌肤之亲，除了那一夜抱着昏迷的他为他清洗伤口。萧王体内生出一股奇异的潮热，身上的冰寒一点点散去。白玄一动没动，只还是抱着萧王，深深看着他。王爷就没有找个大夫看一下？宫里的御医也没法子吗？难道这病就没得治了？看了，御医也没有法子，只说是药王谷的老医仙才能治，但药王谷神秘莫测，
药王谷的人更是行踪飘忽不定，本王找了好些年也没有消息。回头我帮你找。萧王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，但也没多说什么让人沮丧的话。这丫头能如此待他，他已经很意外了。我的寒疾和你无关，你不要听梁雨涵胡说。男人声音不自觉柔和下来，看着这个从小和他定了娃娃亲，但是一直不怎么喜欢他的少女，第一次有了不想放手的想法。和我有没有关系都无所谓。那日我被魏明抓去，你不是还救了我一命吗？一报还一报，我也还欠你一条性命。白玄感到萧王的身体越来越热，被子里也渐渐有了热气。他还发现男人的手臂不知什么时候环在他腰上，不发现还好，一发现只觉得身体有点发烫。这男人身上的肌肉弹性紧致，抱着太舒服了。就算本王那日不出现，你也能抓住魏明自己逃脱吧？不好说，只能说有机会。主要是当时这具身体太弱了，等我以后好好的训练，一个两个的魏明根本就不在话下。你变了。是变了。原主都已经死了，他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灵魂，不变才是怪事呢。白玄的手臂轻轻松开萧王，因为他感到男人身上有点火热了。他在被子里面活动一下手脚，伸展，保持一个姿势有点僵硬的筋骨，却一不小心碰到男人身上不该碰的地方。萧王浑身一僵，面色骤变，脸从脖子红到耳根。白玄手上一烫，连忙放开萧王，脸色也烫起来。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就暧昧起来，四目相对，两人又迅速移开目光。王爷，你脸红了。本王又不是柳下惠。他一个大男人和个身娇体软的小姑娘同在被窝，又被人吻了，甚至碰到了敏感处，还不准他脸红。怪我喽。白玄轻笑一声，见萧王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他不由从被子里抽身出来。这厚厚的被子里3层外3层盖在身上，他实在有点热。萧王轻轻看着女子穿衣的背影，心头一阵空落落的感觉。白玄倒了杯水递给萧王，萧王伸手接过，只喝了一口便放下。多喝点热水，补充水分，也能暖暖身子。萧王听话的又喝了一口，见他寒疾慢慢好转，白玄开始说起正事。看在我给王爷暖身子的份上，王爷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啊？萧王神色一僵，这丫头如此对他，是因为有事求他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萧王神色慢慢冷淡下来，心头的火热也被浇灭大半。据我带回来的那群山贼兄弟，他们已经从了军了，但是缺一身甲胄，还缺一件趁手的兵器。王爷能不能批准一下，给他们每人弄一套？就这事儿？就这事儿啊。王爷一句嘴皮子的事儿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傅环叶唇角微勾，心情又不自觉地好起来。他还以为这丫头又要和以前一样说什么没谱的话，没想到只是给山贼们要一身行头。他们竟然已经入了军中，一身甲胄和兵器是该给的。本王丑话说在前呢，他们虽然是你的人，但入了军中就得严格遵守军纪，若是有违军令，本王定会严惩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叮嘱过他们了。白玄眉眼弯弯，笑得肆意。萧王就那样看着眼前女子，险些被她笑容晃花了眼。女子落落大方，明媚似火，不像一般闺阁女子那般娇羞，反倒带着几分与生俱来的豪气，让人看不够。白玄穿好衣服，缓缓走出门外。好好照顾你家王爷，切莫再受了寒气，往后天就更冷了，随时提醒你家王爷更衣，做好保暖。是，白三小姐。雷霆这会儿笑意满满看着白玄，态度恭恭敬敬的。这白三小姐比药还好使啊，要不以后王爷寒疾发作的时候，他直接去找白三小姐好了。翌日清晨，天光大亮，敌军撤退，离城危机解除，萧王正准备班师回朝的事宜。雷霆匆匆前来。王爷，龙刹传来消息，白三小姐去龙脊山了。去哪儿？龙脊山，说是白三小姐要去龙脊山寻找药王谷的人，帮助王爷治疗寒疾。胡闹！他想起昨日白玄说的帮他找药王谷的人，本以为他是随口一说的，没想到今日他就去了龙脊山。这些年他派了无数人去龙脊山，都没有找到药王谷老医仙，他又如何能够寻得到？王爷，我们此番回朝也得经过龙脊山，可以一并去寻白三小姐。传信给龙刹，让他立刻回禀白玄的位置。龙脊山山高谷深，神秘莫测，除了传说中的药王谷，还有很多神秘杀手组织。白玄孤身一人闯入，实在是危险。此时一路跟着白玄的龙刹，正在龙脊山一座云雾缭绕的密林里兜圈子。他身为王爷身边最为厉害的隐卫，竟然在这里跟丢了白三小姐。忽然身后一阵劲风袭来，只见一条长蛇般的树藤朝自己飞来。
龙刹迅速退开，一道冰寒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：“为何跟踪我？”这黑衣人从离城出来之后，就一直跟在他身后，他一直等着他动手，他又没有采取任何动作。白三小姐，你认识我？我是龙刹，奉王爷之命保护你。白玄不禁一愣，他倒是没有想到萧王还派了人暗中保护他，这男人有心了。别一会儿入了龙脊山深处，还得我保护你就好。白三小姐，龙刹就是再怎么没用，也比山贼强。说话间，龙刹看向白玄身后缩头缩脑的山贼头子顾子刚。顾子刚是山贼头子中的老大，说是小时候跟随祖父采药来过这龙脊山，这次白玄提起要来这儿，他才自告奋勇的前来带路。那可不见得。顾子刚武力值是不行，但他们能在这林子里不迷路，他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。至少子刚不会透露我的行踪，不是吗？那是。龙刹神色一阵尴尬，好在他脸上戴着面具，看不出来就是了。我也不会透露白三小姐行踪。你觉得我会信？除了王爷。你要透露我的行踪也行，摘下脸上的面具，让我看看你的脸。龙刹犹豫一下，抬手摘下脸上面具。白玄微微有些惊讶，没想到龙刹竟然毁了容。他半张俊美无愁的侧脸，半张像是被恶魔撕毁过的脸，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。抱歉，吓到白三小姐了。这点伤吓不到我。白玄神色淡淡回一句，眸中并无任何异样。龙刹愣了一下，他倒是没有想到白三小姐能够如此坦然。龙刹心中不禁对白玄多了几分敬意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赶路了。我们的任务是深入龙脊山，找到药王谷。谁？等白玄回过神来，只见一个白胡子老者正抓着龙刹脸上面具，打量他的脸。这是谁伤的你？是我娘。你娘是什么人？她人在哪里？她已经死了。居然死了！他像是回想起什么事情，眸中一阵黯然，半晌不语。前辈，您是？小姑娘忒没见识，连我药王谷医仙都不认识。白玄欣喜，药王谷医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萧王的寒疾这下有救了。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医仙前辈，失敬失敬。说来我们也真是有缘，晚辈正在四处找您呢。让我做什么？白玄正要说找他给萧王治疗寒疾，可想到根据自己查过的资料，这位药王谷老医仙性情怪异，也就没有说实话。找您喝酒呀，听说您老千杯不醉，我心中很是佩服，就想着跟您老拼拼酒。跟我拼酒？好啊，到我家来吧。话落，老者身形一闪，整个人消失在众人眼前。果然是个怪脾气的老头，不但脾气怪，功夫还很高强，至少跑得倒是挺快的。白玄打量四周环境，正思索着如何去找老医仙，只见顾子刚贼笑着屁颠屁颠跑过来。嘿嘿，老大，我刚刚使了点小手段，给那位老医仙身上撒了点东西，我们可以循着气味找过去。好啊，好小子，有你的。这小子武力值不怎么样，歪门邪道倒是懂得不少，也难怪年纪轻轻的就做了山贼的头子。嘿嘿，我还是有点用处的。龙刹自然知道顾子刚是在介怀先前自己所说的话，不禁无奈笑笑。方才是我出言不敬，还请小兄弟见谅。嗨，无妨无妨。三人循着气味一路寻去，不到半日功夫，气味就不见了，一座高大的山崖立在眼前。奇怪，怎么没有气味了？因为他进了山洞了。顾子刚诧异不已，抬眸看去，老大，这上边有山洞？有，就在这半山腰上。白玄抬头看着半山崖上一处生长方向与其他草木不同的草丛，他可以断定洞口就在那里。那片草丛刚刚被人拨开，有人进去，所以草丛生长的方向被拨乱了。前辈，是你邀请我来你家的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老医仙在洞中听到外面一个年轻女娃娃的声音，不由惊了一跳。那小丫头当真找到这里来了？他突然打了一个阿嚏，才发现自己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沾染了药粉。好啊，竟然敢对他用计！老医仙躲在山洞里一声未吭。顾子刚有些怀疑，老大，这崖上真的有人吗？有，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可是这么高，我们怎么进去啊？顾子刚望着山崖，一筹莫展。龙刹倒是会轻功，但这山崖中间有段距离空无一物，没有合适的接力点，他要上去也有些困难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上去。白玄说着，从靴子里拔出匕首，就开始徒手往上攀爬。这能行吗？老大，行不行啊？不行你就先下来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少
少废话。老大，行不行啊？不行你就先下来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少废话。白玄扔下一句话，就沿着崖壁往上攀爬，顾子刚的心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。龙刹则紧绷着神经，做好随时接住白玄的准备。然而白玄没有掉下来，他很快攀爬到山洞处。我去，老大简直是我的神啊，这也太厉害了。龙刹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他是真的没有想到白三小姐为了王爷竟会冒这么大的险。山洞里别有洞天，外面天气严寒，里面却挺温暖。既然来了，那就是客，坐吧。白玄从善如流，盘膝坐下。不瞒您说，晚辈此番前来是有一事相求。老夫已经归隐了，不救人了。白玄一听就知道这是托辞，他淡淡一笑，不是，我是有一批好酒，想要请前辈鉴赏鉴赏。酒呢？老一仙斜了白玄一眼，见他浑身上下连个酒壶都没有，不由得翘了翘胡子。在上京城。太远了，不去。萧王殿下刚刚得了一批好酒，想请前辈您喝个够。原来是想让我去上京医治萧王。萧王乃我大周护国战神，朝廷不可或缺的人才，如今身患寒疾，受病痛折磨。前辈身为大周人，救萧王也就是救大周。老夫并非大周人。前辈乃是隐士高人，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相比。无论是哪国人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老夫不信佛，也不想造7级浮屠。那不知前辈想要什么？只要前辈肯医治萧王殿下，晚辈能够做得到的，一定会为前辈办到。老夫什么也不想要。他闭上眼睛喝着酒，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。白玄默了一下，试探性开口：今日与我同行之人，也就是脸上有条伤疤的那位，是萧王属下。前辈若是想要在他的脸上试试自己的医术，或者想从他那儿了解些什么，不妨就跟我们走一趟。老一仙的心思被戳穿，有些惊讶看了白玄一眼，下一瞬他冷哼一声：不感兴趣。哼，威胁他？他可不是那么好威胁的。白玄不禁嘴角抽了抽，还真是一个油盐不进的倔老头。唉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白玄轻叹一声，从背后取出一条绳索。你想干什么？莫非想绑了我？既然前辈不同意跟我走一趟，那我就只能先入为敬了。前辈得罪了，前辈得罪了。老一仙神色一变，转身就要逃，却不知何时身下衣袍被白玄踩住了。哎，老前辈莫急。白玄先前已经见识过老一仙转瞬消失的本事，所以这次有了防备。老一仙连忙出手和白玄打了起来，谁知几招不到就被白玄制服。老一仙不禁瞪大眼睛，虽然他行走江湖靠的是医术和轻功，但也会些武功啊，不至于这么快就败在这丫头手上啊。不多会儿，白玄的身影出现在半山崖上，顾子刚和龙刹对视一眼，老一仙同意了。当他们看到仙风道骨的老一仙被白玄捆得结结实实，用一根绳子从山上掉下来时，整个人都大受震惊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这白三小姐竟是用强的掳来了老一仙。老一仙一阵吹胡子瞪眼，这要是被他一群徒儿们知道了，还不丢死人了？臭丫头，你这是虐待老人！您鹤发童颜，一点也不老。龙刹背起老一仙，三人准备沿来路返回。这时山中起了雾，四处白茫茫的一片，顾子刚也有些认不得路了。一仙前辈，劳烦您给指一下路。见过把人绑起来让指路的吗？此时就见了。您要是不给指条前路的话，我可把您那心爱的酒壶扔到山底下去了。老一仙只气得胸口一阵起伏。臭丫头，沿着这些黑桑树走。白玄抬眸看去，只见他们右手边果然种着很多黑桑树，这些桑树看着好似杂乱无章，却以一定的秩序排列着，似乎在为人引路。几人朝着黑桑树丛走去，没过多会儿，白玄便觉得不对，与生俱来的警惕心告诉他，这树林里有危险。龙刹目光四顾，也警觉起来。白三小姐，小心！保护好老一仙。老一仙听到这话有些意外，这小娃娃心地不坏。小丫头，我可警告你啊，这山里吃人的妖魔很多，你要是不想葬身于此的话，就赶紧放了老夫，麻溜点离开。我们这不是正麻溜的带着您老人家离开吗？不就是一些穷凶极恶之人，他上辈子可见得多了去了。忽然一道阴恻恻的声音从桑林中飘出来。什么人敢单闯我月沙门？并非有意冒犯，只为借路经过。
想要路过，留下性命。阁下有本事就来拿好了。话音刚落，前方桑树林中人影晃动，无数艳红花瓣在空中飞舞。漫天花瓣中，一顶挂着大红纱帐的轿子落在地上。轿子上斜斜躺着一个男子，面容冷峻。慕容月莎冷冷看着白玄几人，薄唇似笑非笑，脸上更添几分冰霜。白玄感受到他浑身爆发出的杀气，不由得更加警惕。门主，几个不起眼的小喽啰而已，杀了便是。你瞎，没看到他们背上扛着咱们龙脊山药王谷的老医仙？老医仙虽然医术高绝，轻功也是世上绝无仅有，可他武功并不厉害。本座让你顶嘴了。属下知错。白玄忍不住嘴角抽了抽，这火气可真够旺的。阁下，我们不为别的，只为借个路罢了。可以啊，留下命来就行。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人能够活着路过我月沙门的。月沙门是闻名天下的杀手组织，世人皆知月沙门杀手遍布天下，却没人知道月沙门的总部在这龙脊山深处。白玄眸色微沉，这月沙门门主动不动要人性命，似乎不讲武德，看来只能干了。白玄也不多废话，本着擒贼先擒王的策略，就朝大红色轿子冲去。月沙门的人都没有料到来人竟敢如此大胆，想要刺杀他们门主。慕容月莎也没有想到，他抬手示意周围属下别动，好不容易遇到一只爪子尖利的小野猫，他要亲自降服。身后紫衣女子得到命令，连忙带人退下。白玄一跃跳入挂着红纱帐的轿子中，直攻慕容月莎的面门。慕容月莎冷笑一声，袖手轻抬，一把抓住白玄袭来的拳头。小丫头，胆儿真大。近看之下，慕容月莎发现白玄的容貌更是艳绝，不由一愣，将人拉近自己。白玄并不反抗，假意让慕容月莎得逞，并装作无力挣脱的样子。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就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敢来袭击本座？白玄装作恼羞成怒的样子，奋力挣扎。慕容月莎笑得更加肆意。就在这时，白玄另一只手突然重拳出击。慕容月莎猝不及防之间挨了一拳，脑子都被打懵了。白玄趁这个机会，一脚将他从轿子上踢下来，手中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他脖子上。月沙门众人一阵傻眼，门主被这个女人挟持了。小丫头，你使诈！兵不厌诈。慕容月莎不禁满目怒容，她不过是多看了这丫头一眼，竟一时大意，被她给骗了。龙刹见得这一幕，不由得佩服，竟然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就降服了天下第一杀手组织月沙门的门主。月沙门主得罪了，拿绳子来，绑了。顾子刚拿着绳子走过来，被紫衣女子用剑指着，对白玄道：“放开门主，不然我杀了他。”好啊，你杀呀！不怕我先宰了你们门主的话，就动手好了。我倒是想看看，究竟是你们门主的命重要呢，还是我们几个小喽啰的命重要？好啊，我倒是想看看，究竟是你们门主的命重要呢，还是我们几个小喽啰的命重要？白玄说着，匕首娴熟又无情地在慕容月莎锁骨上割了一下。慕容月莎疼得倒吸口凉气，这个小丫头片子可真是一点不留情啊！都退下！听说这龙脊山就是你们月沙门的大本营所在，我饿了，走，去你们家找点东西吃。众人无语，这个小丫头片子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还敢去他月沙门，他就不怕进去以后出不来吗？白玄根本就无所畏惧，战场上枪林弹雨对他来说都是常事儿，还怕一个古代的杀手组织？月沙门闻名天下，这些年肯定是赚了不少，这大老远的来都来了，岂有空手而回的道理？小丫头，你当真要去我家？少废话，带路。白玄亲自押着慕容月莎，没过一会儿，众人便到了一处山门口。通过山门进入，里面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。外面秋风肃杀，严寒冷酷，可月沙门里温暖如春，绿草如茵。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月沙门里居然有热气腾腾的天然温泉，潺潺流水，热气氤氲。这对一个在山林中腿脚都快走废的人来说，如何能够抗拒得了？白玄现在就想跳进温泉池中，好好的洗一洗满身泥土。他瞅了瞅身旁打量自己的慕容月莎，转头看向老医仙：“医仙老前辈，能不能跟您借点东西啊？”“借什么？”“借颗药，能让人乖乖听话的药。”“没有，老夫只救人，不害人。”“没错，你现在就是在救人，救我们，也救你自己。你要是没有合适的药给咱们这位门主吃，为了防止他逃跑，我就只好打折他的腿。到时候他要是找你复仇，那可不要怪我。”老医仙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这丫头够狠呢。
你打断他的双腿，他要报仇也是找你呀。可是我是因为你没有药才打折他的双腿的呀。老医仙胡子抖动，这是什么歪理？您确定真的没有这种药？没有。行吧，既然老医仙说没有药给你吃，那为了防止你逃跑，我就只好打断你的一条腿。你可千万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老医仙身为医仙，却连可给你吃的药都没有。臭丫头，你无赖！反正啊，你找我报仇我也不怕，但是也别忘了找老医仙报仇就是了。话落，白玄浑身气势一变，眼看着就要对慕容月莎动手。慕容月莎眼皮一跳，老医仙则是头皮一阵发麻。我有药，给你就是了。解药也给我。行，都给你。这个小丫头片子太过分了，居然威胁她一个老人家。慕容月莎门下杀手无数，她可不想招惹。这就对了嘛。哼，这药是我新研制的，2个时辰吃一次解药，直到彻底解毒为止。真不错。白玄满意的点点头，盯了慕容月莎一眼。要是有人胆敢抢解药的话，我就把解药扔到温泉水池里面去。小丫头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绝不会跑的。白玄直接捏着慕容月莎的嘴巴，将药丢到她喉咙里。慕容月莎脸都黑了，她一个小小的丫头，做起事来竟比她还不讲情面。白玄先让慕容月莎下令，让她属下全部守在院外，又亲手将慕容月莎绑到院子里柱子上，用黑布蒙上她的眼睛。你们2个要不要泡温泉啊？龙刹摇了摇头，顾子刚则浑身都警惕着，哪还有什么心思泡温泉呀？他可不敢啊。白玄看着顾子刚反应，不禁一阵好笑。不用那么紧张，月莎门主在我们手上，没事儿。好的，老大。说是这么说，顾子刚心中还是警惕的不行。他们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他真担心出什么事儿。老大也真是大胆，什么龙潭虎穴都敢闯，还敢在人家地盘上泡温泉，真叫人佩服。臭丫头，我想泡一泡。可以，只要你答应帮助萧王治疗寒疾。不答应，那白玄就不能给他泡温泉了。白玄让龙刹和顾子刚看着老医仙，自己则亲自盯着被绑在院子里的慕容月莎进入温泉池中泡起了温泉。小丫头，你要当着本座的面沐浴。白玄没有搭理他，只是再三确认他眼睛被蒙着，身上也被他用绳索以特殊的手法绑着，便怡然自得躺在温泉池中。池中热气缭绕，水波荡漾，还漂浮着娇艳的新鲜花瓣。这本是月莎门的人为慕容月莎准备的，没想到他们的门主竟然被人给抓了。白玄舒舒服服地躺在池子里，伸展开手脚，让温暖的泉水浸泡4肢百骸，只觉得整个人都酥了。哎呀，太舒服了！泡着泡着，忽然觉得气氛有些不对。白玄蓦然睁开眼睛，只见眼前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一袭墨色，竟是萧王。这男人不知何时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这里。眼前男人如芝兰玉树一般站在温泉池边，一身风尘仆仆，冷锐的眉眼之间尽是寒霜。他一路马不停蹄赶来，这丫头竟然在月莎门泡温泉，看她的样子似乎还极为享受。龙刹的消息传得可真快。男人目光沉静看着白玄，一颗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下来。热气氤氲的温泉池中，女人只着了一件单薄的中衣，这会儿衣服已经全湿透了，紧紧贴在身上，曼妙的身材若隐若现，带着一股致命的诱惑。萧王眸中不自觉窜出一股火苗，身体也起了奇怪的感觉。他敛了敛眸，有些不自然地移开目光。你倒是闲情逸致。那可不，人生苦短，该享受的时候那就得好好的享受。